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被骂演技差，票房却夺冠，周星驰力赞，口碑两极撕裂。豆瓣评分是 6.6 分，目前降到 6.5 左右，超过20万的人给他打了分数，一星差评的比例为 8.2% 左右。好看与难看这两个词一起出现在热搜上。猫眼 9.4 分和豆瓣 6.5 分，同一部电影，在两个不同的评分体系下相差了3分。3分代表什么意思呢？中间隔开的是分数之外的东西，即两种对于周星驰3个字的不同期望之间。于是我就看到了一些比较显眼的事物。一份刚刚泄露出来的演技评分表上显示，迪丽热巴得了 4.9 分，张小斐得分为 6.0 分，两人都是倒数第一。第一名许君聪得到 8.8 分，已经把前面的人远远甩在后面了。4.9 分。为了这部电影而增重8斤，把体脂率控制在 14% 左右，剪掉了长长的头发。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保持素颜状态，并且被阳光暴晒成了小麦肤色，甚至放弃了3个月的商务行程来保证每天5到6小时的训练时间。一个倒挂金钩的镜头拍了17次才过审，膝盖韧带拉伤、脚踝肿胀都是家常便饭。一个人要完成一个高难度镜头，不能用替身，也不能偷懒。4.9 分。直截了当的说吧，这就不能用好与坏来评判了，这是认知撕裂。第一部分，他做了些什么呢？把时间轴理一理。7月11日《功夫女足》上映，电影上映27分钟后就达到了1亿元的票房收入，第一天票房为 2.6 亿，占到整个市场的80%左右，2天破5亿，5天破8亿，6天破10亿，9天破14亿。电影票房不断攀升的时候，迪丽热巴又做了些什么呢？她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接到剧组邀请的时候都不敢相信，直到周星驰亲自打电话来说“热巴你好”，她才觉得可能是诈骗电话。一位当红女明星接到了周星驰打来的电话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是个诈骗电话，来感受一下其中的信息量有多大。于是他开始进行为期3个月的封闭式体能锻炼，增加体重8斤，脂肪含量降到 14% 左右，并且出现了明显的肩膀、背部以及腹部线条。从头到尾都是素颜出镜，不化妆也不用美颜滤镜，完全摆脱了红毯女神的称号。周星驰在杭州路演时是怎么说他的呢？原文为，他说，其实他的锻炼时间也不多，因为我们的拍摄进度很快，在短时间内进行锻炼的情况下，他一开始做的就很到位，做得很好。周星驰也表示，每个演出之前都会有惊喜，在很多次我都会问能不能再加一个，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而是我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有更好的东西出现。一个严厉的导演说，我已经很严格了，但是我还想看他是否能更加独特。于是观众给他的评分是 4.9 分。第二部分，票房与口碑为什么会撕破脸呢？我认为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并不是撕裂的原因，就是由于对期望值进行管理不善而导致的结果。功夫女足的宣传发行有多么夸张呢？在电影上映之前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在早期发布的几张海报中，只有一张是周星驰手绘的草图。预告片距离正式上映还有1天的时间才会放出，而且主演的脸部都没有出现过。一方面是有意而为之的空降定档，另一方面则是观众对于周星驰归来的强烈渴望。7年的时间，25年前少林足球的情景，欠星爷1张电影票的记忆，这样的落差让你去演都会被人批评，于是舆论场上就开始疯狂了。
有人在豆瓣上说迪丽热巴一直都是面瘫脸，没有演技的问题了。也有评论认为她的整个表演都具有典型的周星驰风格，非常放得开，那种无厘头的感觉也很合拍。小红书上有个从小踢球的女影迷表示，这部电影就是各种笑料技能堆砌而成的一个符号，并不是真实的运动员。新京报认为特效很粗糙，球场上的草皮还带有未经处理过的绿幕抠图的感觉。但是也有人认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可以看得到真实的自己，特效很炫酷，射门方式多种多样，脑洞很大。看到问题了吗？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评判这部电影。情怀党的需求就是最纯粹的周星驰电影，影评人希望看到的是故事上的突破以及人物塑造的更加立体丰满。球迷所追求的是真实的比赛规则，普通的观众想要的是90分钟的轻松解压。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了迪丽热巴一个人身上。第三部分最大的不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天津路演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周星驰说大美女晒黑是很严重的，迪丽热巴接着说大美女晒黑了也很美，全场的人都笑了。话题很快登上热搜榜，全网静默1秒钟之后就爆发了。教科书式的情商范本就是指这样的操作方式。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他也可以装可怜。他说自己的膝盖受伤了，或者说是训练很辛苦，或者是体脂降到14%有多么不容易，没有提到。他说了一句玩笑话来代替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于是网友们给他打出了4.9分的好评。有人认为她的笑容就像偶像剧里甜美的女主角一样，但是情绪变化很突然。有人认为流量明星不能演喜剧，有人说是演员不怎么样，而是真的选错路了。但是你知道吗？在《克拉恋人》中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演喜剧。《傲娇与偏见》中她饰演的花粉过敏者肿成了香肠嘴，不顾形象成为了整部电影的经典无厘头名场面。她并不是不会演喜剧，她是按照周星驰的标准来接受审判的。但是周星驰自己也说过她很有天赋，做得很好。写在最后，功夫女足目前预计总票房超过30亿元，年度票房排名第3，给安魔的情书相差5亿左右。猫眼评分是9.4分，豆瓣评分是6.5分。越骂越火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电影史中也是很少见的。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给了4星半的人，或者是看了2遍、3遍的人呢？是认为星爷已经不欠你了，还是认为这是最真实的周星驰呢？评论区见。